马肉，这个不是只有战争年代才会吃的东西吗？而且作为中国人，我一直都觉得马肉离我很遥远，像是几百年前的饮食文化。但是在日本，真的有几百年前的马肉店还开着的。总会有人说，人一旦吃过马肉之后，他就会优先选择马肉了，有这么夸张吗？所以我就搜到了这家店，在日本我能够找到最老的马肉店，1905年开业，那个房子就一直在那儿。すみません、ご飯2つお願いします。那不得去看一下？他已经开业120多年了，然后一直没关过。真的有那么多人吃马肉吗？すみません、15時予約した量です。这家店在吉原，继父太郎的妹妹当年就在这儿打工，菜单就是墙上这些了，只卖马肉。你要是吃不惯，还没别的吃。反正也没吃过，我把他们家这个全部点了一遍。好了，今天废话太多了。第一个菜就是非常重磅的生马肉，这个是生拌马肉，把鹌鹑蛋的蛋液裹匀就可以吃了。但它这个有照烧的调味，我还没尝出马肉的味道就吞了。马肉刺身的味道就很清晰，入口是非常清爽淡雅的感觉，蘸不蘸酱油都可以。然后嚼起来有点像鸡肉，有一点点接近鸡的鸡脖子。接着是煮的马蹄筋，我本来以为马肉是那种狂妄外放的味道，但它越嚼越清甜。那我们还是加一点六婆吧。对了，马腿肉配海胆，有点像校霸和语文课代表谈恋爱，你以为是威逼利诱，但实际上两情相悦。我的意思就是这两个味道很配。然后是马肉牛排，煎马肉也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吃法。马肉纤维里面的脂肪很少，完全不像和牛，然后它也会自带一股淡淡的坚果味道，也不知道它用的是肉马还是野马。然后就是我们今天的重头戏，马肉寿喜烧。然后这一盘肉是2人份，22000日元。第一盘是纯纯的马肉脂肪，也是我觉得马身上最好吃的地方，吃起来像是轻盈版的鹅肝，肥油虽然会挂在你的舌根，但是你并不会觉得很腻。接着就可以开始下马的里脊肉，切记要注意一点，就是马肉千万不要煮太久。就这么一小小的一盘，不是马肉有这么贵吗？肉还有一点点饭粉就可以捞上来，我觉得裹一点蛋液会更嫩。好吃，6、7成熟的马肉就像肉棉花，牙齿一下去它就断开。马肉丸子也很好吃，它里面和的居然是黑芝麻，沙沙的口感。之后就是豆腐跟摩斯，还有一些假肉，这些就跟普通的寿喜烧没什么区别。然后我们还有一盘炸马肉，看着很像锅包肉，但其实吃起来也很像。但就是它的里面可能会比锅包肉更软，说白了马肉就是更嫩，比起猪肉来说更好嚼开。然后我发现店里到了晚上就特别的有氛围，不愧是在吉原的店，有一种梦回昭和的感觉。总的来说马肉还是很好吃的，开了120多年的店还是有它的道理，但就是很贵。阿基推荐指数7分，卡维尔。尼泊尔料理，等一下它是什么菜啊？其实尼泊尔是个什么地方我都不知道，更别说这个地方的料理了，我脑子里面一片空白。但是我还是去查了，我网上搜到的图直接把我看饿了。对，它应该不是那种普通的辣椒。于是我就去选了一家东京评分最高的尼泊尔餐厅。又到了吃异国料理的日子啊！它在一个非常破的楼里面，连续4年获得日本的百年店。2017、2018、2019、2022。进店之后的装修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一种西双版纳的感觉。すみません。16時45分予約した量です。尼泊尔人说日语，少々お待ちください。像日本人说中文。第一个开胃小菜，我看上去就觉得很辣，不像那些日本料理呀。它其实是一个辣炒羊肉，味道很像小时候学校门口卖的那个5毛钱一包的那个辣条，但是它是肉做的，嚼两下也很像我们四川那个红油兔丁。它这个是真的辣。第二道菜是水球饼，听老板说是尼泊尔的特色小吃，怎么感觉好像在印度的博主视频里面看到过？它就是一堆脆脆的圆球围着一堆蘸料，初生牛肚不怕火，拿起一颗球灌满蘸料，一口塞进了我的樱桃小嘴。干净又不能说，咬开那个脆壳的感觉特别像山东煎饼里的薄脆。然后紧接着就是烧烤调味的汤汁和咖喱味的土豆泥，它还带了一点柠檬的酸味和薄荷，但它几个味道还是挺配的，像是菠萝海鲜炒饭这种派系，像一个开胃小菜。我发现这个小菜的吃法了，就是你可以把它放在球里面，辣炒羊肉配水球饼，我操，有点意思呀。下一个菜是鸡蛋肉饼，它在盘子里看起来莫名的普通又自信，看得我满脸疑惑，好像跟我们国内的一样。吃之前我以为它会和四川的锅盔一个味道，但它其实是那种比较松软的孜然咖喱味，就很吸味，但它可能更像柔软版的锅盔，但里面换成了烧烤咖喱味的猪肉馅儿，还挺好吃。芒果奶吸到了，没什么芒果。我确实想感叹一句，尼泊尔料理比我们之前吃的地中海料理好吃多了，没有拉踩的意思，主要是这两个菜系都用了很多香料，但是尼泊尔的搭配我更喜欢。接下来就是非常出名的尼泊尔饺子，又是完全没有吃过的味道。它其实这个设计和灌汤包有点像，只不过它这个汤在外面，因为它那个饺子里面也是汤，吃进去先是那个薄荷的味道，然后是经典的烧烤味，再是有一点肉馅里面酸菜的味道，就是饺子的部分特别像泰国的冬阴功酸菜饺子，非常的吃不腻，甚至有点像韩国菜。我觉得他们家有个特点，就是看起来都特别丑，但是味道就都是让你难以想象的那种美味。果然我的预判很准，这个菜还是很丑。尼泊尔人炒沙干，哇，这个吃起来真的就新疆味了，口感像是先卤后炸的乐山串串，但是这个更干。要非常注意的是他们家那个辣椒，真的要小心，它大概是小米大的4、5倍的辣度。我有个四川的滇面烧底。下一个菜是炸蔬菜，这个吃起来像韩国泡菜饼，油香蔬菜，活不到150了。下一个菜长得很像印度的芝士馕饼，然后我跟你说这个味道巨奇妙，我来形容一下，就是它像东北糖里面加了芝士，然后有一种很浓烈的水果味，就是它不仅有奶香，它还伴随着一股介于蓝莓和
和百香果之间的水果味，有点接近香蕉或者菠萝味的印度飞饼，深入舌根的奶香味。这家店不愧是拿了4年的百名店，太惊喜了，这个味道。最后一个端上来的菜是他们家的主食的主食，中间那个造型，它这个吃法好像还有点复杂，大概就是用中间那个壶就着各种配菜吃。它这个特别适合没有牙齿的人吃，它不需要咀嚼就可以很顺利的滑进你的食道。这算精致碳水吗？羊肉咖喱吃起来特别像国内的烧羊肉，就是这一圈菜吃下来都有一种莫名的咖喱味儿。现在我感觉空气里都是咖喱味。好啦，每次吃这种异域料理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，可能体验不同味道的旅程才是最开心的吧。阿吉推荐指数8分，卡玩意儿。我们吃了这么多才吃了7000块。寿喜烧又叫厨烧，它作为最具代表性的日本传统美食之一，来了日本之后应该怎么选店？其实你可以像我一样，盲选这一家就对了。它也是目前日本寿喜烧界的天花板。我就很想知道，开了138年的店，为什么还能开？今天的东京下起了小雨，就像输了竞技赛的我，早上起来好好刷牙。又到了吃寿喜烧的日子啊！金办这家店不仅特别老，而且日式服务做得巨好，这可能也是它贵的原因。すみません、6です。30多。哎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整个过程会有很多姐姐服侍你，所以第一次来也不用紧张。我们预定的是他们家最好的吉上和牛，一盘肉32000元32000就这么多，以及一堆摆盘很好看的小菜。第一盘叫做小西物，主要是一些凉菜，这个炭烤血子很好吃，又上了一小盘刺身，老三样鲷鱼、金枪鱼和章鱼，生鱼片也是传统日料里的一个必要环节。吃完这些，阿姨就会开始准备寿喜烧了。关东的寿喜烧做法很简单，就是在热锅里面倒入寿喜烧料，关西的话还会在盘子里面刷一层糖。现在空气里都弥漫着汤汁的甜味，它那个肉展开有这么长，你会看着这个肉慢慢冒泡鼓起来，然后从粉色慢慢变成棕色，等到肉只剩一点粉色的时候，就会放到蛋液里给你端过来。第一盘原汁原味，只有鸡蛋跟牛肉，我已经吞了无数次口水了。因为它那个肉的雪花，所以这个肉吸起来特别顺滑。在第二片肉按照惯例会加一些蔬菜和最重要的魔芋丝，它就像蚂蚁上树里面的粉条。这一筷子挂满了料汁和油水，你甚至可以再卷一点葱或者牛肉。吞下去之前再送口饭进嘴，直接暴击。米饭跟肉一起嚼才香嘛。第三片肉就会在锅里下一些清新的蔬菜，像是茼蒿和萝卜。谁煮火锅不加茼蒿啊？阿姨又帮我们盛好了新的一碗，但这次我们先尝一下豆腐。这种豆腐一般是烤过的，也是特别能吸水。豆腐好嫩。豆腐背后因为切了2刀，所以特别入味儿。然后是茼蒿。在吃完所有的肉之后，还会有一个寿喜锅盖饭。感觉吃起来很快，也很满足。阿吉推荐指数9分，卡味儿太撑了。回家之后也不要忘了刷牙哦。给大家表演一段帅哥啃菠萝啊！嚯哟！你们看我旁边这个巴西大哥，在赢了韩国队之后都笑成什么样了？甚至感觉今天来吃巴西烤肉，上菜都比平时要积极一些。好，大耳挖机，今天我们必须要吃一点有氛围的东西。但是说到巴西，我不知道除了巴西烤肉以外还有什么，好像还有个巴西鸡肉派。算了，我们还是吃烤肉吧。今天涩谷的这家巴西烤肉真的非常非常的绝。何時8時予約した量です。虽然很不愿意，但还是加了一些活到150。他们家这个自助餐吧，主要是沙拉和甜品。今天可以活到160。其实我到现在也不懂，为什么每次吃饭之前都要经历这个痛苦的环节。我真的很想手动拉一下进度条。今天的第一口给到他们家的烤鸡肉，巴西烤肉的特点一下就出来了，就是火大，它会把鸡肉烤得特别的外酥里嫩，它把它里面的汁水锁得巨好，鸡肉那个滑滑的口感还有点像白切鸡。然后下一个是我一直很期待他们家的蒜香牛排，超厚一块。它这块肉最厉害的就是他们家会把那个蒜香腌得很入味儿，油肉流出来的油都是蒜味儿，特别的香，肉感十足又不会很噎人，蒜你厉害。然后是牛里脊，典型的没什么脂肪，但是由于火候把握的比较好，半生的感觉还是会让人觉得很嫩，好吃，但是没有巴西的感觉。3分熟的里脊，吃起来会有水牛的那种味道。再来一根香肠，它这个香肠密度特别的大，就像我婆婆给我舀的饭，真会压。但是要说香肠还是德国好，下次德国踢赢了再去吃好了。这个也是巴西特色小吃，芝士薯饼，并不会拉丝，浅尝一下就好。下一块是烤牛的三角肉，果然这种孜然味的烤肉还是得用生菜裹着才好吃。然后这个是他们家的人气特色菜，烤菠萝，是不是很难想象它是什么味道？它外面会烤的那种焦香焦香的，然后因为它是烤过的，所以它吃起来完全没有酸味，非常神奇。亚马逊丛林的属于是。他们家的烤羊腿肉我也特别喜欢，因为它巨膻，哇，它膻疯了，太爽了，甚至让你有一种吃羊杂的感觉。你感觉有1万个草泥羊在你嘴巴里面奔腾，这种时候就要配一个烤洋葱，你会觉得非常的应景。烤过的洋葱还会带着一股淡淡的苹果味儿。接着又是一块烤牛排，哎，有没有人跟我一样，就是特别喜欢吃这种滴血的牛排？刚刚在那边看到你，感觉血水旁边的你还挺好吃的。对了，他们家有个小妙招，就是吃腻了你就去问他们要那个菠萝，瞬间回满血，总共20多种肉。巴西人真的是很幸福的。阿基推荐指数8.5分，卡梅尔。